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LCK 今年夏季赛的状况不太好，主要原因是大家最期待也是人气最高的队伍 T1 接连遭遇滑铁卢，在再一次输掉国际赛之后 ，T1 整支队伍都疲态尽显。Faker 被诊断出手伤，不得不缺席比赛。结果 T1 在 Faker 不在之后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Faker 缺席的第一场比赛 ，T1 就输给了联赛排名靠后的 DRX， 而在第二场比赛 ，T1 直接面对 LCK 排名第一的 GEN， 结果这场比赛的第一局较量 ，T1 就遭到 GEN 羞辱。本局比赛 ，Warner 选出打野盲僧，接连出现失误，下路一波越塔，提前进塔被对方一波操作击杀。之后上路一波配合小中单尝试击杀 Nico 的操作中，选择救死扶伤脚，一脚踹走 Nico 被迫位移到队友身边 ，Warner 一脚踹上去送掉了自己的人头。全场比赛 T1 仅仅只拿下一个人头，却被对手拿到了20次击杀。比赛进程中 ，GEN 很快就将经济优势扩大到1万以上，但没有选择快速结束比赛，而是继续用比较残酷的方式不断的扩大比分。最终比赛结束 ，GEN 的经济优势竟然高达17000，接近18000的水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局下手太重了，第二局 GEN 明显有所放松 ，Kovi 安妮直接0-4，T1 前期还打出一定领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GEN 还是轻松以实力优势拿捏比赛，成功获胜。在比赛结束之后 ，Benji 直接辞职 ，T1 难上加难。T1 的坏消息可以说接连不断。场上打法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场下教练 Benji 直接在官宣辞职，结束了自己在 T1 的执教生涯。在 T1 执教的这么长时间 ，Benji 可以说背负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他的执教水平也是不断的遭到观众怀疑。终于在这一次，他是绷不住了，选择离开战队。而 T1 在教练组出现空缺的情况下，还需要进行补足，但无论怎么补，看起来都很难帮助 T1 回到正轨，除非说Faker 能赶快回到赛场，但以长远角度来进行考虑 ，Faker 最好还是等手伤康复之后再复出，否则继续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存在复发的可能性。目前比较害怕的就是手伤会影响亚运会的征程 ，Faker 和他的团队需要权衡利弊，选择合适的回归时期。说到亚运会，不得不说 LCK 给出的名单，现在上辅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不知道后续 LCK 是否会做出人员调整。如果没有的话 ，LCK 的国家队也是存在短板的。最后简单分析一下 T1 今年夏季赛为啥会这样。个人认为，主要原因还是选手心态受到了影响，导致自身状态和实力开始下降。其实 T1 的这个阵容已经维持巅峰挺长时间了，但始终没有拿下国际赛的冠军。一来选手的巅峰期已过，二来选手心态受到影响，就走下坡路了。以前的 T1 战队是怎么打比赛的？相信大家还记得，纯个人实力加天赋操作碾压，前期对线压制，节奏压制，快速打出经济优势，然后滚雪球结束比赛。当时 T1 仅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后期打劣势局打得不好，但现在 T1 曾经最犀利的打法也已经荡然无存了，选手没有办法再像之前一样在前期接连不断的通过进攻和操作打出优势。即使未来 Faker 回归，个人来说也不看好T1 能打出好成绩了，进入世界赛看起来还是可能性很大的，但世界赛估计很难打好了。LCK 缺失这样一个顶级战力也是非常伤的。通过这几场比赛，也反映出了 T1 确实离不开 Faker。Faker 自出道一直待在 SKT， 可以说是这支战队的队魂了。离开了 Faker 的 T1， 在比赛上明显出了问题。记得在 Faker 个人纪录片中描述到 ，S47 全队低迷，最后除了 Faker和 Benji， 其余人员都走了。这时 Faker 接受采访时说道：“我看到我身边的队友相继离去，有的去了欧洲，有的去了中国。可我只想留着 SKT， 为了证明自己和不辜负粉丝的期望。其实如果 Faker 想捞钱，想轻松了，大可去其他竞技低的赛区。”在当时的 LCK， 多少新人和老人都想把 SKT 击败，书写自己的传奇。SKT 能走到现在，可能有这么多粉丝，不是他够强，而是这个战队真的历经低谷，也有辉煌。难得的是，每个队伍里的人都能取长补短。希望 Faker 受伤能够尽早恢复 ，T1 尽快调整好状态。只有各个赛区的战队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英雄联盟的赛事才更值得观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 T1的落败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